說出來你們可能不相信，現在廣州還有很多人都在睡橋洞，他們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外賣，有很多都是大公司失業的人，为了节省開支，能省則省，只能蝸居在橋洞裡，他們都做着最底層的工作來養家。我從四川來到廣州找工作，到了以後工作也沒找到，現在身上錢也沒有了，晚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飯都沒有吃，怎麼辦呢，兄弟們？過去多年，台商日商在珠三角設廠，帶來資金、技術與大量的就業的機會。然而呢，隨着中國勞動成本上升，美中貿易摩擦加劇，廣東有不少企業為了維持生產，並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將生產線轉往了東南亞。外資撤離以後，不少工廠停工或者是縮減了規模，大量的人員失業，許多家庭收入銳減，生活壓力驟增。隨之而來的呢是消費趨於了保守，投資呢也是越發的謹慎。而擁有着2000萬人口的廣州，似乎也正在失去往日的經濟活力。2025年的新死法就是來廣州找工作。你要不信呢，你可以買一張票，坐25個小時的火車來這邊體驗一下。在這邊找工作，你是找也找不到，餓也餓不死。這個廣州是一線大城市，機會很多，包容性很強。給了很多年輕人機會，但是你會發現機會很多，但是也是處處碰壁，工資低得離譜。你不是在給老闆打工，就是在給房東打工，要不就是給美團打工。我離職到現在應該有7、8天的時間，在找工作的每一天，你真的是特別的焦慮，感覺生活沒有盼頭。想在廣州賺點辛苦錢實在是太難了。這幾年呢，實體經濟壓力太大了，再加上電商的影響，很多人就不來廣州了。廣州一線的房價和消費，2線的城市，3線的工資，現在除了工資沒有漲，物價一直在上漲，工作很難找的。普通人基本上達不到什麼平均工資7、8千，那收入低的普通人想要找一份賺點錢的工作，怎麼就這麼難呢？各位老鐵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呢？現在驁江康的和大唐這邊好多廠裡都沒事做了，是吧？都開始提前回家過年了，都開始返鄉潮，現在開始返鄉潮了，是吧？全都回家了，還有這邊子，那後面全都是等車了。今天10幾輛大巴車全都回湖北的。媽呀，今年的生意不是你努不努力掙不掙錢的事情，是就算你再努力，努力到無能為力，你還是掙不到錢。你看這後面的鋪子15萬一個月，這些鋪子都是7、8萬一個月，那後面的鋪子都要4萬一個月。你會發現你辛辛苦苦一整年全是給房東掙的錢，看到這個價格你就知道為什麼江南西廣州數1數2的雙圈空置率高達30%以上，幾千萬買的商鋪根本租不出去，一條街1/3都在轉，這棟樓整個都是空的，沒人敢進去，3個月換一家，3個月換一家，鐵打的房東，流水的商家。以前這裡人流量是很大的，現在路上都沒有人走了。這個廠子呢，商業體已經有10年了。10年前呢，就是人山人海，每一家生意都非常好，而且有外擺，氣氛特別好。這2天晚上高峰期6、7點鐘來吃飯的時候，幾十個人熙熙散散的，每一家檔1桌、2桌，或者是有些1桌都沒有。生意稍微好一點的，有個幾桌、10來桌，完全跟當年天差之別。最讓我想不明白的就是前面那個雄記他的生意以前真的是琶洲這邊算第一，在整個海珠區來講的話，都可以排得上前3的，都關門了。博主提醒呢，今年如果要開餐館的，可一定要量力而行，否則呢很難維持下去。開餐館投進去的可都是實打實的資金，一旦是不慎踩坑，可能就會血本無歸。在消費持續下行的背景之下，做餐飲業這一行的可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一個人在廣州找工作到底有多難？像我這種學歷不高、沒有一技之長的普通人，很多企業都看不上。今天有一個面試，離家很近，想去碰碰運氣。面試地點在一個大商場，空曠的有些冷清。這裡的構造特別複雜，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電梯。坐電梯上4樓，第一次乘坐這種貨梯，裡面都是木板牆，冷清點也好。如果在這裡上班了，也不用擠電梯。博主說呢，他在現場等了將近1個小時，才輪到了自己面試。面試官介紹說，工作制度是每個月只能休4天，薪資細節呢還得老闆來拍板。交談中，他得知老闆拖欠了2個月的工資了，也有2名員工辭職，只能臨時找人頂上。面試官甚至還坦言，自己也不能確定還能夠堅持多久。那麼聽完了這些情況呢，博主心裡直打鼓，覺得這家公司實在是太不靠譜了。
來廣州找工作差不多1個星期了，還沒有找到。很多網友都建議我去深圳那邊，是不是深圳找工作比較容易呢？9月份辭職到現在已經差不多1個月了，在老家玩了10幾天，現在下來找工作，發現真的特別的困難。去年找工作說難，沒想到今年更難。去年招聘網特別多騙人的，沒想到今年更多，而且套路更深，比去年玩得更花了。博主感嘆，有些公司在招聘網站上把條件說的是天花亂墜的，可真正去面試的時候呢，卻是完全是另外的一套說辭，讓人很無語。今年在廣州找工作實在是太難了。現在廣州到處都是空房子，現在廣州的房子租不出去，所以這些包租婆很早就來到這個橋頭啊找租客。以前租房子說好700就是700，你租就租，不租就不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說500他都租給你哦，到處都是空房子啊。最近我了解了一下房價，廣州的房價都腰斬了。以前300-400萬一套的房子，現在100多萬都可以買得到的。網上有好多人說明年2026年生意會更難做，房價會繼續降，明年房價會繼續再降20%左右，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你們知道這2年在廣州找工作是什麼樣的體驗嗎？用一句話說，就是讓你懷疑人生。我是做銷售的，雖然看上去崗位很多，我就這麼說吧，我的原則很明確，賣狗皮膏藥的我不做，掛羊頭賣狗肉的不靠譜，坑蒙拐騙的我不碰，灰色地帶打擦邊球的風險太高，然後要求高，還有35歲以下的也輪不到我。博主坦言，那種完全靠體力和時間來換錢的工作呢，比如进廠打螺絲釘，他根本就做不了。如今要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真的是很难。廣州就業環境真的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好。廣州現在的情況，可能聽了你都不大相信。很多這種什麼大公司、某某集團，半年他都發不出什麼工資。很多企業，包括國企，都在裁員降薪。大多數的小公司也在虧損破產的邊緣。以往令人羨慕的互聯網大廠也走上了裁員的道路，而且一裁就是上千人。我就是其中一員。985、211這樣的高學歷人才也難免失業的命運，何況我們普通人呢？我身邊的同學不是減員就是減薪，甚至工資都停發了，然後一失業就半年以上。博主感嘆，許多看似是豪華的寫字樓裡，其實是空空蕩蕩的。很多失業的人拎着一台筆記本電腦，在星巴克或麥當勞一坐就是一整天。未來經濟走勢與就業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難以預料。我的天，真的太難了！現在做個生意真的太難了。你說這廣州的天氣，你要怎麼賣？這一天天的也進不來幾個人，一天做到晚，屁股都坐大了，真的。啊，你好不簡單，進來一個人吧，你還沒站起來了，你嘴巴的話都還沒說完啊，他就已經跑了，怎麼回事？啊，感覺都很社恐一樣。說實話，把我也給整社恐了，我感覺我都已經不會銷售了，真的。我現在看到一個人，我都感覺我都怕。不知道怎麼說話了，他不讓你開口，一開口就跑了。當年單價200多萬1平方的商鋪，你們有沒有見過？這裡是廣州上下九，可以說是全國聞名的步行街，曾經可是人山人海啊！現在你看，倒閉，整一條街區的商鋪全都是空的。這裡曾經除了要給正常的租金以外，你還要給轉讓費幾十萬，甚至高達幾十萬的一個進場費。都是排隊買過來的，最高峰的時候10平方的商鋪都要去到2000多萬了，你敢想啊？整一條街區到底能勾起多少人的回憶？在廣州找一份雙休工作有多難找？去年我在白雲區找工作，基本整個白雲區都找了個遍，沒有雙休，而且很多崗位的工資只有4到5千。那沒有雙休，我找個單休工資高點的總可以吧？期間我在這邊也做過一份工作，8500做了3個月，之後我就裸辭了。然後我又去面試了幾家自己感覺還不錯的公司，之後進了一家做電商的，老闆說給我1萬，我去試了1天，工資也沒拿就跑路了。跑路的原因，第一是通勤太遠了，來回3個小時，公司氛圍不是很喜歡。我又開始找工作，現在是一家護膚品公司做編導，工資1萬，工作是找到了，雖然離我住的地方不是很遠，但是我發現當休的情況下，我很多事情都沒法去做。他舉例說，像是周6的晚上，他下班回到家睡得很晚，一覺醒來已經快到中午了。本來打算約朋友出去玩的，卻發現根本就沒有時間了。如果能有周6周日的2天休息時間呢，就能夠安排得更加的從容。所以呢，他特別羨慕那些有雙休的人。
我那个乖乖全倒闭了，不是一家，是一条街，你看到没有？一条街。我之前我就说过，纯外卖店今年之前必死无疑。为什么？因为平台规则变了，你不带堂食，我告訴你，做任何品都沒有用，誰都拯救不了你。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實體店越來越難見到一個顧客？就說說我今天的感受。今天是星期五，我在廣州白雲的萬達，從1樓到2樓，我告訴你們家人們，你們可能都不相信，所有品類的實體店，幾十個實體的品牌，一個顧客都沒有。你說我們這些實體老闆是不是真的太難了？看一眼啊，幾千萬沒了；再看一眼啊，幾千萬又沒了。這裡是深圳沙井啊，曾經呢，這裡是非常繁華、非常熱鬧的地方，特別是下班的時候啊，走路都是人擠人的。現在一片荒涼，這裡呢已經落寞了，繁華已不在啊，看起來有一種淡淡的憂傷湧在心頭。你們知道現在廣州跌成什麼樣了嗎？我在天河花了120萬的房子，今年已跌到60萬一套，開發商還有幾十套，裝修好都賣不出去。廣州這麼多人都去哪裡了？難道都準備回老家嗎？東莞的製造業將迎來一場大洗牌，今年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專員們指出，主要原因是產能過剩。可是呢，與此同時，印度、越南等國家的訂單都在迅速的增長，很明顯是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了，卻又不認。又有專員提出了應該淘汰一些低端的製造業。然而，連我們國內的上等製造業，你像比亞迪、華為、富士康、美的這些，人家紛紛都將生產線轉向全球市場了。其實現在很多的工廠企業跟倒閉差不多，別看每天還有10幾個人上班，但是老闆發工資的錢都是貸款。表面上看人來人往，其實老闆就算現在是有訂單都沒辦法，因為進原材料的錢都沒有。今天去了一個工廠，老闆一進門就跟我講他的創業故事。他說這個月的工資都沒有辦法解決，現在還在到處借錢。雖然有個幾十萬的訂單，但是根本沒辦法生產，因為以前大家都賒賬，可是現在拿一丟丟材料都是現金。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